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我的频道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下木炭。为什么要聊木炭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在大自然当中您很难找到第二个比它还好的对养花种菜这么有帮助的东西。我之前呢也做过2期关于木炭的视频了，第一个是咱们对木炭的初步的认识，第二个呢是关于草木灰的真相，给大家稍微捋了一下草木灰和木炭的关系。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再和大家更加具体的介绍一下木炭的使用方法。想必大家都知道，草木灰是草木燃烧完全之后剩下的灰色的粉末，那木炭呢是木头经过燃烧之后剩下的黑色块状物质。那这个木炭如果再进一步的燃烧完全之后，就变成了草木灰。所以木炭当中不仅仅含有草木灰，也含有碳。草木灰所有的好处它都有，草木灰没有的好处木炭也有。而草木灰如果咱们家里没有壁炉的话是很难得到的，而大多数的后院是禁止燃烧木头的，所以呢如果单独去买草木灰的话又非常的贵。可是木炭的话，我们去超市买那种专门烧烤用的100%天然木炭，价格相比于草木灰是非常便宜的。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木炭的作用。从化学成分上看，木炭含有草木灰，所以草木灰有的好处木炭都有。比如说木炭含有碳酸钾、钙、磷，还有各种各样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除此之外，木炭还含有碳，就是那个黑色的碳。那碳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氮磷钾，那其实碳氢氧才是组成植物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碳氢氧占了植物体90%以上的部分。所以木炭除了可以作为底肥之外，还可以用来追肥，还有叶面肥。说完了化学成分，我们再来看一下木炭的物理结构。由于木炭具有多孔结构，所以它的表面积大大增加，而它的孔隙呢，可以有效保留了水和很多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可以作为土壤微生物的栖息地，也就减少了土壤营养的流失，增加了土壤的肥力。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对木炭进行一个充电，就是 charge， 把木炭浸泡在有营养的这个肥料当中，然后再混在土壤里，或者是呢，先把木炭混在土壤里，然后再充分的浇灌上营养物质。这样给木炭充电，从长远来看效果是非常好的。木炭在被充电了之后呢，它的孔隙中就塞满了这些营养物质，然后日后它这些营养物质呢就会被缓慢的释放出来。综上所述，木炭是一种特别好的土壤改良剂，它可以促进土壤的健康，减少土壤病原菌的产生，从而提高植物的抗病虫害的能力。而由于它含有碳酸钾，所以特别适用于需要高钾和高 pH 值的植物，来提高它们的产量。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里还是不知道怎么用，那下面我就具体介绍几种使用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把木炭敲成小块，放在盆栽植物的底部，它可以更好的让盆栽土壤透水透气，比仅仅使用石头要更好。第二种方法呢，是将木炭捣碎了之后作为覆盖物 mulch。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购买那种大包装的木炭，这样的话呢，它的价格会比小包装的要更加的实惠，而且木炭是一种纯天然的成分，把它作为 mulch 覆盖在这个植物周围的土壤表面，可以起到保湿、保温、防杂草的作用，而且它的颜色呢也非常的天然，
而不是像我们去超市买的其他的 mulch 有那种染色的成分，它这个黑色呢是纯天然的，颜色也是非常的自然。而且呢，如果您买的是大包装的木炭的话，它的价格会比买那种纯粹的覆盖物 mulch 的话要便宜很多。第3种方法呢是将木炭碾细碎了之后直接混入土中，这样可以防止真菌植物的产生，比如说蘑菇。第4种方法是将木炭碾成粉，这种木炭粉呢，可以对土壤中的虫卵和幼虫有抑制作用，从而起到保护我们的菜苗和蔬菜的作用。第5种方法呢，是将木炭捣细碎了之后，先给它进行一个充电，就是像刚才说的，将它浸泡在酵素水或者是有机肥水当中浸泡1天左右，然后将木炭碎颗粒混入土中，这样呢，它就可以提高肥料的使用率，让这些肥料呢缓慢的释放出来。第6种呢是制作木炭灰浸出液，制作方法呢是将大概50克的木炭灰混入1升水中，然后再直接喷在我们需要杀虫的叶片上面。第7种方法呢，就是正因为木炭是微碱性的，所以它可以提升土壤的 pH 值，特别适合于偏酸性的土壤。第8种方法呢，是直接将木炭放入我们的堆肥箱中，这样可以减少堆肥箱发出来的臭味儿。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同草木灰还有我们经常使用的石灰差不多，这个木炭灰呢也是会有大量的粉尘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和制作的时候呢，不要忘了要戴上 N95 的口罩。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选购木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100%纯天然的木炭，而不要选择那种加入了助燃剂的球形的那种木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关于木炭在我们养花种菜当中的8种应用。感谢您收看会生活种菜，咱们下期再见，拜拜。